们公司呢，Autostar 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汽车二手车车价的查询网站，搜寻 AUTOSTAR， 你选中古车线上估价，里面有16种长拍，160个车型，5000多笔资料，填你的资料，我们免费到府估价，实际最真实的状况。还是要看你的车况真真简简，为你的现况给一个精准的收购价格，马上汇款，马上现金，而且车子买回来是直接过户，给你一个透明、安心的中古车收购服务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捷运汽车。那我身后这台是我自己在去年买的 Golf。那这台车本来设定就是一个，就从小有个赛车梦嘛。我们台湾比较知名的比赛就是力宝的 STS 的这个房车赛跟一些各个协会举办的拉力赛。那在上一集里面，我们把这个 Golf 从它的标准的马力320匹，经过进气、排气、引擎电脑的编写，让它提升到400匹。如果有常去力宝的人就知道，其实力宝赛车场它的这个环境，它并不是以高速弯为取向的，它是以很多的低速弯的组合，不是说你马力大就赢，它其实蛮注重的是你的车子的平衡以及底盘的调教。好，那在上一集我们大概花了20万去做动力的提升，我自己去力宝做跑了3次成绩，那在这样子原厂的状态下面，我可以跑到2分10秒，那当然其实是一个蛮逊的成绩啊，不过我自己觉得什么都是跟自己比。既然我在我自己的技术上，现阶段的技术上可以跑到2分10秒，那我一步一步的升级，那也升级以后，对不对？看我能做到多少的成绩，可不可以跑到2分以内，1分50几秒都是一个不错的成绩，不管是1分51还是1分59，所以这算是我给自己的突破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花了什么东西。第一点就是原厂的配胎其实很不够用，轮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更换成是南港的 CRS 的轮胎，这一条热熔胎，半热熔胎，一条大概是7500。那你想哦，4条472加4520，3万块，你知道3万块可以跑几次力宝吗？2次，大概可以跑3次，所以一次就1万。所以赛车真的是一个蛮烧钱的运动。你想你的这个场地费一次大概是1万到1万5之间，轮胎1万啊，你整天的行程你也不可能一大早从台北开车下去，所以大部分我们都会在前一天晚上先到去住宿，所以呢，真的蛮花钱的。那我这一次的更改全部都是以底盘的调教为主。第一点，我们换了这一个断熔色的轻量化铝圈，而且呢，原厂的 Golf 呢是19寸的配置，我们特别把它降一阶，降到18寸的配置。而为什么这么做呢？第一点，18寸的轮胎也便宜一点点。第二点，你用18寸的圈胎卡钳，你的车子簧下就是避震器以下的重量会比较轻，会轻很多。所以呢，我们降了一阶，把它改成18寸，又换了锻造的轻量化铝圈，还有 Aircon 的这个轻量化的竞技对6的卡钳。所以这一次呢，都是以底盘碟盘、底盘的内容去做增加，还有就是换了一个台湾品牌叫 LASATI 的竞技版的避震器，也就是说呢，已经是不考虑它的四驱的舒适性了，在车的设定就是以这个能在赛道上表现越好为主。我觉得避震器这种东西真的是，要一直跟它磨合，一直调整，然后去找到跟自己适合的内容。所以我们先试试看这个。那重点来了，这样子的改装要花多少钱？年年你猜我花了多少钱？30万。30万，确定？猜的是不是？好，我统计一下，这 Aircon 的对6卡钳13万，然后避震器比较便宜，因为它台湾的牌子5万。断熔色的 T66F 的铝圈要9万5，加4条胎，完全跟你想的一样30万，30万其实可以
就可以买你的车。哎、你的车好不好？卖掉只能换成这些东西而已。对，就是30万，就是其实并不是低的金额。所以，既然我们频道的宗旨、主轴都是分享给大家这些各项的安装啊、测试的内容，这一个更换的影片，我们也分享给你。这原本是对式的这个刹车。对啊，没有，只有2活塞而已。2活塞而已。所以这种性能车够用吗？够用啊，看你怎么开而已。对啊。大小都一样。像它这种纹路是散热会比较好。对，散热。所以它这种跑，如果说要跑赛道或是竞速的话，用这种比较不会热衰竭。当然了。新的是10公斤，10.1公斤。原厂的碟盘12公斤，大概少了2公斤。可是它会影响它的那个刹车硬度，就是软硬度。软硬度。对，比较利啊，或者是比较迟钝。是正常的啊。是正常的。不会因为你换这个又更硬。对，不会。哇，这个就是对6的。对。对6。可是这个会影响刹车力道。会啊。就比较刹得住这样。当然你。六个在踩跟2个人在踩有差，那有差。我通常这样改，这样对6加碟盘要花大概多少钱？看牌子啊。可是我像那种什么 Brembo 啊、AP 啊，10-20万头的。算 Brembo 的话，前6就要20万块。光前面而已。AP 就是更贵。AP 看等级。看等级。改这种有特别需要注意些什么？注意些什么？第一个，你如果是原厂的圈，当然是要先看会不会跌倒啊。对啊，不然你就要多花一笔铝圈的钱。对啊，这样很辛苦了。会磨到。对啊。会跌到。8的。哎。A 哈吗？18的可能不行。有闪过吗？这个可以有。1拜。还蛮大的了。哇，它原厂不行，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塞到，磨到卡钳了。ET 指它这个原厂铝圈到比较里面啊。哦，所以它这种改装圈，它都会设计可能出来一点。比较出来。保留一点空间给你塞卡钳。原厂只配合它原厂的卡钳而已。哦，所以这种改装圈的好处就是这样，设计的好处。要看圈的设计啦。如果它是比较，它的爪数比较突出的话，就比较空间会比较大。了解。如果它设计的是比较平面一点的，你还是没办法上。了解。那通常我们如果跑赛道啊。它会是不是轮圈小一点比较好，还是不一定？通常当然是越大越好。越大越好。对啊。为什么？铝圈大，胎面才会宽啊。抓地力好。对啊。接触面积多，可能在过弯比较准，稳定性会比较好啊。哦。你轮胎那么小，你一过弯不就整个翻车了？所以通常跑赛道是要改大的，对，是要看车啦。对，它原厂配19寸，你顶多都是20寸，就差不多了。紧绷就是21寸啦。哦。但是21寸的话，就整个轮子就会跑出来。OK， 了解。
看刹车皮来令片的好跟坏差异会差在哪边？刹车力道不一样，这也会影响。会影响啊。它的耐磨系数如果不好的话，看它里面的材质啊，看它里面如果是石棉的比较多的话，刹车皮比较耐磨，但是刹车力道没有那么好。哦，所以如果说你是要耐磨的四驱在用的，会跟一般竞技的不一样。不一样，是它的含铁量啊之类的。可这种会不会跑一次赛道其实就差不多了？看你怎么开啦。通常是看驾驶人怎么开，因为真正的赛车，他们踩刹车的机会，其实不是他们都不是重踩的。哦，点一点的，反倒是轮胎的消耗会比较重。一定啊。对。那你轮胎的抓地力越好，越不耐磨。像上次我们老板去开啊，他是碟盘整个变红色，那就是他的刹车踩太凶了，对，变成他的刹车根本就是一直是含着。哦，不是，你如果平路的赛道，刹车盘都可以踩到整片都红的，这表示像是初学者。哦，一直踩。第一个你会担心速度过快，对，你没有办法过弯的状况下，第一个人的直觉一定是踩刹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踩到变成刹车已经软掉了，感觉没什么刹车那变成它的刹车皮已经撑不住了，那也是刹车抬太凶，通常都是这样。了解。刹车皮再好，你如果一直踩它，也是会疲乏，还是会没办法。老板请教一下，为什么欧洲车的刹车粉会比较多？粉尘比较多。哎呀，粉尘比较多是因为刹车皮的关系啊。环保法规，环保材质。不是，因为我们的刹车皮原厂出来的，你看他们欧系的刹车皮，它里面的那个卡泵比较多。卡泵哦。对，所以它的粉尘会比较多。石棉的反而比较不会。是哦。对，因为石棉的它是比较耐磨好一点，但是它的刹车系数没有那么高。讲求是欧系车他们卡泵比较多，它比较容易伤盘子。伤盘子哦。对。所以他们设计取向不一样。当然他们是希望刹车系数好一点。对。所以粉尘就一定会特别多。哦，了解。所以你看有的欧系车外面前轮都已经铝圈都黑的。对。但是他们就是希望刹车系数好一点，安全。那你也可以换成石棉那一种，可是现在石棉的很少了，没在做了。不是没在做，是因为它的耐热性没那么好，它会整个软掉，你踩不到刹车。因为它整个盘子太热的话，它这个刹车皮会整个软掉。安全的问题。没有办法咬住盘子。哦，了解。所以欧洲车大多都是粉尘多的那一种，安全高的。当然，刹车第一个安全的啊，对，踩不到刹车，抓地力再好比较好。对，那这个盘的材质有不一样吗？材质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啦。是哦，不会说什么人家说什么陶瓷啊？陶瓷当然是最好的啊。最好，也更贵，最贵的。当然了，你像法拉利他们的那个，他们的刹车盘，原厂的刹车盘，那是真的全陶瓷。全陶瓷的，那不能稍微去碰到，就不行，稍微碰到就裂掉了。哦，是哦，裂掉就再见。陶瓷的是耐热度比较高嘛？对，然后散热也比较快。哦，散热比较快。那我们今天换的就是差不多的，跟原厂差不多的。比原厂好啦。比原厂好。一定是比原厂好啦，因为过古啊他们配的其实就已经
已经算不错了。哦，算不错。那老板，我们这样全部换新啊，建议大概磨合几公里才会它最大效能？磨合几公里，通常会建议，你如果正常的刹车皮跟盘换新的，差不多开个50至100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先把表面磨顺，一定要皮跟盘一定要磨合啊。对，磨合它刹车的力道才会出来。所以一开始新的都是新的在踩，一定没有那么低。因为老板买回来改啊。他自己也很喜欢啦，就是自己开的。老板有个赛车梦啊。赛车梦。对。而且换排气管啊、晶片，还有进气。而改这种刹车系统会有跟秒数会有关系吗，老板？秒数啊，刹车跟秒数没关系。有啦，也是有差啦。那你的刹车力道好一点，踩下去的瞬间，如果在过弯的时候，刹车力道够好，过弯会比较快，会省下那个时间的。一点累积出来。那你速度过快，刹车力道不到那边的时候，会滑。本来是一点点就过去了，变成一整台车因为刹车的问题，滑过去。那你要抓回来，那个时间又浪费掉。哦。那这是什么机器啊？分解避震器的。它这里面有我们要用的材料。有上座。上座。那这不一样，就是阻尼就可以调了，这个。对啊。高低、软硬、阻尼这样。这避震器高低是可以调的。但这一款呢有一个坏点，就是它是靠弹簧去调整高低。如果说你今天要很低，比如说现在这样子啊，都还没有调的状况，车放下来，可能还不到你的要求，但是你再放，只有这个距离，对，就变成没有办法达成到要的高度。如果说我要改低的话，就没办法很趴这样。本身这个筒身对是可以旋转的。它这个是固定的。更高阶的会是这样？不一定啦，因为每间避震器它们设计不一样。对。也有可能是够啦，但是也是要装上去才会知道。了解。那这样可以理解为，把车身降低，它的避震反而是会偏硬的嘛？对。降低车身是一定可以的，但是真正的软硬还是靠里面的主力设计。了解。因为一般改装的它的弹簧一定比原厂还要短。对。它有可以调整的东西，调整高低。但是你如果高低，它的设计本身没有那么紧。所以最多也是这个高度而已。你想要再低也没办法。有人调到紧绷，但结果放下来的高度，对，看你原本的高度了解多少，那你能不能接受？所以如果筒身也可以跟着做改变的话，那个幅度会更大。会更大。了解。但现在最好的避震器是那个啦，气压的。气压的。气压的你要多低都可以。可是气压的是比较硬，会比较跳，不会。它的高度是可以随便你要怎么调都可以。只要拆到卡钳就一定要漏空气。对。如果没漏会什么？没刹车。对啊。会没刹车哦。因为踩第一下一定是空的。第一下是空的。对。我看人家换刹车油就是要边踩边放。对，因为你这直接换了一个卡钳啊。对。要先把里面所有的空气都抽掉。
因为我正常是要做空气踩一踩就可以，踩一踩就可以了。如果换了就一定要，因为空气太多啊。不是说踩了可以排掉的，踩是可以的，但是踩很久，总放容易坏掉。哦，真的哦。我上一次跑力保成绩是2分10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明天就会去做这个整天的成绩，看可以进步到哪一个程度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最多做到的成绩是2分04秒啊，因为这一次底盘的设定上面，这种东西是很高深的学问。虽然我们换了避震机，换了卡钳，然后呢，底盘的设定感觉抓地力是不足的，就是它的这个内倾外倾的角度没有设定好，所以呢，就是成绩也做得不是很漂亮。不过赛车就是这样的嘛，一步一步的进步，一步一步的改善，一步一步的去了解这些东西，然后才可以变成你自己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期待我们把这台 GoFar 一步一步的改装改进，能可以在台湾有限的一些比赛里面，可能爬山赛，可能这个力宝的这种房车赛，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。希望我们